最近大饼不断的破前高，一路只涨到了64000，整个市场从一开始的毫不在意，认为牛市没这么快，再到现在开始慢慢焦虑，担忧踏空。但是不管怎么涨，不过大部分人还是认为会有3.12大跌，都在等待这样的行情出现后去抄底。这样的观点导致很多人开始疑惑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那我们今天就来分析一下，现在市场所传言的312大跌理由，哪些是成立的，哪些又是没有依据的。认为会出现3月12日大跌的第一个理由是，因为上波牛市来临前2020年312出现了2次探底大跌，从历史规律来看，认为会有大跌。虽然金融市场中有一句话，历史不会重复，但会惊人的相似，但是这句话在这里使用，我认为不妥。市场有牛熊规律，有因果关系，不管行情怎么走，最终都会从熊市底部，然后走到牛市顶部，这是盘面的本质，这就是惊人的相似。历史不会重复是什么意思？讲的就是表象。上波牛市2015到2017年就走的慢牛，并没有出现2次探底这样的大跌，仅只是上波牛市出现了312这样的大跌行情，所以历史这样的盘面表象是不会重复的，重复的是牛熊规律。认为会出现3月12日大跌的第二个理由是，他们觉得主力庄家不会让散户赚钱，他们认为$15487到$64000，傻子都赚钱了，不能一直这样让散户赚钱的，认为主力会收割韭菜。金融市场永远是28定律，这个是一定的，但是究竟谁是2，谁是8呢？大家好好看看身边在这个圈子的朋友，有谁是在2022年底大饼$15487见底之后，在2万以下进场，然后坚定牛市来临持有到现在的？这1年半的时间，加我的人很多很多，来咨询我行情，不管是大饼在16000，还是在18000、2万，或者是3万、4万，我回答的都是在2022年底11月23日就判断熊市结束，牛市开启。但是呢，这些人嗤之以鼻，他们从2023年5到6月份、7到8月份就开始喊2次探底，每次看到盘面稍微回调一下就来嘲讽。所以据我所知，抓住这波行情的只占2成，没抓住这1年多行情的占8成。认为会出现312大跌的第三个理由是，行情不可能一直涨，1年多的时间到现在为止没有一次像样的回调，所以他们坚信会有大跌行情出现深度回调后才会开启新的上涨。那到底是不是行情涨了就会有大回调？我们就需要通过盘面去进行分析，分析当下是否有大跌的迹象。通过盘面我们可以看到，相邻的2个低点相连，画出一根长期上涨趋势线，大饼一直维持在上涨趋势线上方，说明多军占主导权。我们再看看整个2023年的行情，每一次破点新高就开始漫长的震荡蓄力，然后再次破新高，这也就是说，大饼去年1整年的上涨很健康，每一步根基打得很牢固。再看看最近的走势，不断的上涨破前高，特别是前周一收盘收了一根大阳线，并且量能也是在放量，说明当下的走势多军很强势，并没有出现任何空军介入的信号。虽然现在行情已经来到了上波牛市的前高附近，上方具有一定的压力，可能接下来行情会开始震荡，但是盘面所走出来的所有信息都在告诉我们，多军很强势，并没有要大跌，2次探底的迹象出现。从这些诸多方面来分析，每条观点都有漏洞，并不符合要大跌的迹象。当我们辨别了当下市场所传言的这些消息，自己有了判断，对这些传言有了认知之后，才能够去做出正确的决策。那我们知道了当下趋势，知道盘面短期不会出现2次探底大跌行情，就需要去寻找接下来的优质币种，接下来即将爆发有潜力的板块。毋庸置疑，大饼涨到6万上方
给了市场很大的信心，所以后续的走势会越来越快，板块轮动也会爆发。但时机已经来了，如果自己没有准备好，还在对盘面怀疑，同时也不知道去如何布局，就只会继续错过。错过了去年的行情是小问题，但是如果没有因为去年的行情去醒悟，导致错过了接下来的布局，错过了未来的趋势，那么就错过了10倍、20倍，错过了改变命运、跨越阶层的机会。接下来的3月份，有方向、目标清晰的投资者，一定会有巨大的收获。我是真心希望每一个能够看到本视频的伙伴们，都能够通过系统的学习之后，提升自身认知，掌握专业技能，然后把握住当下，把握住未来每一波机会。当下时间真的就是金钱，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考虑好，把握好当下这个重要的时机。